罪及营民走远点，军营阵地，要饭去别处。我来卖布，叫你们管军需采板的人出来。就你这破布，钱老板的铺子早包圆了，拿来吧你！军营门口吵什么？校尉，这罪及女人，非要卖破布给军营。陆校尉，钱老板的棉布军衣洗3次就透风，我这纱布布穿3年不破。罪及女流，懂什么军需？一件棉衣50文，1年换4件，我这布1件顶3件，算你80文，1件省120文。哼，口说无凭。还敢在校尉面前耍妖法，滚！不是妖法，麻绳用浓盐水泡过，韧度翻倍。松开他！这边关风沙大，钱老板的棉衣1个月磨破1件，1年单兵耗银600文，我这纱布布1件顶3年。但军营要的是现货，不是你嘴里的3年。3天，50件样衣，少1件，按延误军需打20军棍，敢接吗？接，50件，1件不差。赵主事的人刚来过，说罪及户敢私自做买卖，交不出军需就全户流放。我砸了织布机，咱们一起去求赵主事宽恕。3天后要是交不出50件，我们照样要被流放。没织机了，拿什么织啊？没木织机就拼个竹的，没好麻线就去弄废麻。钱老板那儿的生纱麻硬的扎手，连马都不吃。他不要，我要。走，去前进布庄。哟，我们这儿不收垃圾。我不卖布，我要换你后院那车电马厩的生纱麻。那生麻没脱壳，我纺不了线。钱老板留着喂马的，不卖。这是戍边校尉的军需采拜令牌，这车生麻我征用了，你敢拦，就是阻碍军需。这不合规矩。规矩是校尉定的。带路，去后院。这生麻硬的扎手，根本纺不了线。50文100斤的废料，值了。这生麻太扎手，用手剥3天也出不了线。手工剥不完，削竹竿做脱壳滚轴和新梭子。赵知事查秋收，交不出粮，今天就把你们赶走。他们要是进来，生麻和竹竿都得被搬走，不能让他们看见滚轴。秋收册子今晚就要补上。粮在地里，明日去补。军医和粮交不出，等着领罚。告诉他，军医交，册也交。你刚才还答应秋收册，咱哪儿来的粮？先把军医做出来，有军营试用单，赵主事才不敢一口咬死咱们。那这玩意儿真能剥麻？猜，真能出现？少废话，想不想拿公册换口粮？谁干多少，我记多少，少不了你们一口吃的。真做出来了！50件，1件不少。进营验货。陆校尉，验他的破麻布前，要不要先看看我的新军衣？军衣是给兵穿的，不是给他办破麻布练手的。这50件是我们熬了3天做出来的，熬3天也还是粗布。粗不粗，穿了才知道。取2件，进纱厂。陆校尉，我这细棉是老供货，规矩熟，价也熟。规矩熟不等于衣服耐穿。继续磨。细棉这边接口起毛了。这就是你说的老规矩。陆校尉，不软，穿着舒服啊。这件硬点，可不刮肉，扛东西不破。1件穿的久，军营少换1回，就少花1回钱。这批试用，审情核过。这是首批试用钱，后面就看你们表现了。够了，先还工分，先买粮。沈姑娘，边关的路不是有张单子就走得通？路不通，我就挖一条。走，营民还等着米下锅。沈姑娘，说好的粮食呢？钱在这儿，先买粮。今日不卖，天刚亮你就关门。钱老板交代了，谁拿杀麻军医的钱来买粮，一粒也不卖。沈姑娘，钱老板不卖粮，咱们今晚吃啥？这黑心肝的，断了咱们的活路。走，去
去应天署。去那儿干啥？秋波发种子，钱老板卡得住街面，卡不住官仓。哟，沈大掌柜来了，军医卖出去了，还看得上我这官仓的破种子？赵主事说笑了，罪及营民，秋波的有粮和种子按规矩得领，给他拿一袋上等的。主事大人，这种子发霉发空，下地连芽都发不出，您让我领？放肆！哪轮得到你一个罪级挑三拣四？这烂种下地秋收交不上指标，主事大人的乌纱帽怕是比这烂种子掉的还快。拒领官仓种子就是抗命！来人，把他那间破石屋和那半亩地全给我收回来！走！你们凭什么收屋？地是我开荒的，屋是我修的。赵主事，这账咱们得算清楚。跟我算账，你算得明白吗？营田署门口大动干戈的在干什么？陆校尉，赵主事抓抗命的罪民。陆校尉，这沈清河拒领秋波种子，还妄议官仓，我正按规矩收他的地。拒领种子，沈清河，你最好有个说得通的理由。陆校尉，这种子您要不要亲自种一种？赵主事，你就拿这种子给他种。陆校尉，他一个罪级，有的种就不错了。拿这种子糊弄秋收，你是想饿死边关的兵？官仓就这批货，他不要就是抗命。这地和屋子，我今天必须收。这半亩地和破石屋，我还给官仓。清河，你疯了？没地咱们吃啥？但我有个条件，村外那片没人要的盐碱荒地，划给我。盐碱地那破地方连根杂草都不长，你要去送死，我成全你。沈清河，那片地水都渗不进去，你怎么种？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。拿印来，当场画押。30亩归你，要是交不上粮，全家去服苦役。一言为定。清河，那地种啥死啥呀？草是不长，但洗了盐能长粮食。你还真要种这鬼地方？不是种，是洗。要咋洗？把水引进来，冲一遍，盐就往下走。沈姑娘，不是我们不信你，是肚子真扛不住。这银子先压在这儿，不压，人心就散了。不行了，再挖人就倒了。停！没饭吃挖啥狗？要不求赵主事换地吧？赵主事等的就是这话。让大家饿着跟你赌？不是赌，我先挖。你不要命，我还怕你死在地里。那就别骂，省点力气。钱都快通了，看见水了，真有水！咋回事？水咋不进田？沟都通了。清河，你说能洗盐的？进水口低了，啥意思？地势算错了，水进不来。挖了一天，水还倒回去。沈姑娘，咱这不是白干了吗？你说能洗盐，现在水都不进田，没白干，是进水口低了。那还能把地抬起来啊？抬不了地，就抬水口。天都黑了，明儿再说吧。明儿太阳一晒，水口塌了，就真白挖了。你手都烂了，还算？我压了银子，你们压了力气，这账不能亏。算盘还能算水往哪儿走？水不听人话，听高低。这里垫起来，它就进田。别撒！这点土都得省着用。我真没力了。喝一口，喝完接着填。你不喝？水进田了，把眼冲开了，真给你算进去了。别停，先把地洗干净，谁偷懒扣工分。好啊，你们私改水道，冲坏了地谁担责？丰田。洗盐不是坏事。丰田可以，先把你准我饮水的文书拿出来。哪儿来的文书？昨儿还压在这儿。没文书就是私动官渠。文书背面有准引渠水洗盐的条款。空口说白话，谁信？水只进荒地，没碰主渠堤。冲坏哪儿了？你指出来。地没坏，你还封啥？好，我不封水，按考核来，1个月不出苗，荒地收回。1个月，这是逼人。1个月就1个月，
别光嘴硬。种子呢？这不是官仓种子吧？官仓那片发霉，种下去白搭。你哪儿来的？从样衣剩下的麻绳钱里省的，没多，一粒都别撒错。咱们要是种不出来呢？那我先去领罚。少逞能，要罚也是一起。1个月到了，没苗罚田。真没动静。再等2天，就2天。等不起，动手！扒土能扒出粮？别踩！别踩，苗都出来了。一根芽也叫出苗？你定的是出苗，不是满地长成。主事，您刚才也看见了，我看见的是一块乱田。田垄不直，有草扣分。那草不能拔，不拔就扣粮，拔了吧。拔了，苗才真活不了。又编新说法。这上头干，下面湿，草贴着地，能帮风，能流水。怪不得旁边没草的地皮都裂了。少拿泥巴糊弄我！这是什么破牌子？公分牌，他们干的活儿都记着。这块是我的，那天我想拔，他拦了，还扣了我半天工。我的也在，我骂过他抠门。我不是没青草，我是按田块留的。要扣分，先说哪条规矩不许保水。主事，册上只写不许荒芜，没写不许留护伤草。闭嘴！苗出了，今天这分你扣粮也不能扣。哼，好，明日到营田署对账，账本不合一样停粮。对账就对账。30亩地，他咋写成50亩？多出来的20亩是隔壁废掉的白毛碱滩，他把死地算咱头上，秋收交不出粮，就能名正言顺扣光口粮。那明天去对账，咱不是死路一条？哼，走着瞧。账对不匀，就按单子上的50亩交粮，交不出停粮。隔壁那片碱滩连草都不长，什么时候归我们种了？那片地挨着你的田，就算你的。3月初5，领荒地30亩，洗盐用工120，全在30亩界内，碱滩没动过一锄头。规矩是死的，地是连着的。粮绳在哪儿？你拿不出丈量文书，多的这20亩的粮，我一颗也不交。一个罪鸡丫头教我做官，这账本不合就得作废。主事，这没有账本就拿不出证据，明天交不出50亩的粮，全营停粮。我算账抠到1文钱，防的就是你赖账。这是副册，每一笔工分，每一粒种子都有大嫂和营民的手印。私印不算官印，没盖章就是废纸。没盖章，那丈量文书呢？拿出来。我说50亩就是50亩。好大的规矩，连我军营要买的粮你也敢扣？陆校尉，这是营田署内部考核。沈清河30亩地种出的耐旱杂粮，颗粒饱满，我全要了。30亩地的产出按市价结清。至于那20亩白毛碱滩，连草都不长，你让谁交粮？这可能是册子记差了。那今天这口粮是发还是停？发，按30亩补发。清河，多亏陆校尉，咱这口粮算保住了。他吃了鳖，肯定要在别处找补。咱们买种子花光了钱，下一批军医的麻线还没着落。去告诉钱老板，把沈清河织布用的麻线全给我断了。是。沈清寒的麻线一根也别想拿到。清河，钱老板真把麻线全拉走了，没线织布，大伙儿拿啥换口粮？没麻线就用这个，边关最不缺的就是野草。这纱麻丝比棉麻结实，大伙儿跟我去割草，我教你们剥皮抽丝。这硬邦的草能穿身上，万一织不出布，陆校尉怪罪下来，咱全得挨板子。还不如去求求钱老板，让他赏口饭吃。今天求他给麻线，明天他就敢要咱们1半的口粮。清河，不是大嫂不帮你，大伙儿不敢赌啊。走，咱回去。不干活就没饭吃，我看你们能闲到几时？这草真能搓成这么结实的线？
沈清河叫不出军医，陆校尉要拿你试问喽！拿野草当麻线，陆校尉的军棍可不认草。军棍认不认，你说了不算。清河，你惹怒钱老板，他真去告状咋办？怕挨板子就干活，从今天起按工分发粮，不干的一口粥也没有。真给粮？现结10斤草，半碗粮，拿去。真给，我再去割10斤。大嫂今天割了30斤，得拿3块牌吧？泥巴占10斤，枯草占5斤，1块牌，半碗粮。我带头下地，凭啥我工分垫底？你故意整我！别人割的草干干净净，你筐里一半是泥巴和枯草，账算得清清楚楚，你还要闹吗？看啥看？都去割草！今天谁再敢我筐里塞泥巴糊弄人，老娘先扒了皮！大嫂，你还不快走！30斤净草，剥皮10斤，3块牌，1碗干饭。清河，大嫂以前混，对不住你，这饭我吃得踏实。线是搓出来了，可这纯手工搓，一天能出几两？后天就要交货，你们就是把手搓秃了也织不出来啊！等着挨军棍吧！清河，大伙手都磨烂了，进度还是赶不上，后天交不出，陆校尉真会砍人的。手工不行就改机器，去把营里懂木工的老李头叫来。老李头，他中风手抖，连碗都端不重啊！他手抖，但脑子里有榫卯图图。沈姑娘，我这手废了，做不了木工了。清河，走吧，找个连碗都端不住的人干啥？不用你动手，你左手画图，嘴巴指挥，我来跑。左边再紧半寸，对，咬合。大嫂，摇把手。我的娘，这台机器顶10个人搓一天啊！排好队，剥皮10斤换3块牌，今天大伙敞开干！线够了，连夜上机织布。杂粮收了又怎样？没我的麻线，他拿什么织军衣？传我的话，麻线涨价3倍，沈清河就是跪着求我也得买。老板高明，这回非把他那破织机逼停不可。这不可能！你哪来这么多线？50件纱麻军衣，明天一早送进军营。你拿野草糊弄军方，陆校尉非砍了你不可！谁要砍他？这野草织的布硬得像树皮，边关大雪封山，士兵穿上非得冻掉皮不可。他说的对，不够软也不够暖。纱麻只是原线，尾线我要用后山的野青麻混纺，不仅软还放风。野青麻？沈清河，可惜呀，后山那片野青麻，我昨天已经全包了。军需正地，商骨敢垄断关山草木。校尉明鉴，这是营田署赵主事批的条子，后山草木归我前进商号采办。清河，他们把麻都砍了。哼，呸！钱老板发话了，这后山一根草都不准你们碰，敢上前一步，打断你们的腿！钱老板花大价钱雇你们，就为了砍这些地上的叶子。你什么意思？野青麻最保暖的，根本不是地上的杆子，而是地下的赤麻根。臭娘们儿，敢耍花样，老子砸烂你的手！你这是毁坏军需原料，陆诸位的刀可不认人。赵主事的批条管得了地上的草，管不了地下的军需原料。这赤麻根军方征用了。陆校尉，钱老板说，告诉钱老板，耽误了军医，他拿脑袋来赔。滚！清河，织机都凑齐了，可这丝太粗，能织吗？结实就够了。纱麻配赤麻，我们混纺。哎呦，扎
手！清河，士兵穿上不得磨错皮呀！赤麻根纤维太硬，普通的平温织法压不住的它的毛刺。天都快亮了，这布根本没法裁啊！不是线的问题，是织机吃线太浅。老李头，把脚踏加长，开口加大，能压住毛刺吗？得加个挑线木棍，能行。大嫂，把火拨亮，今晚必须改完。清河，这挑线棍加上了，脚踏也长了2寸。可天都快亮了，50件以上神线也织不完啊！只要这棍子能把赤麻的毛刺压进经线里，速度就能提上来。叫大伙儿起来，准备上机。哎，不扎手了，滑溜溜的，还厚实。赤麻的软加上纱麻的韧，成了。大嫂，带人把剩下的10几台织机全按这个改。清河45件了，这布好裁，针也走得顺。线脚必须密，边关风沙大，漏风的衣服军方不收。最后5件，加把劲儿。唉，50件，1件不少。这回钱老板那老瘪三没话说了吧？交货拿了银子，咱们就能买冬麦种子了。沈清河，不用去了，陆校尉已经订了我的棉布。你放屁！我的上等棉布今天降价1半，只要50文1件。你那野草织的破布，白送他们都不要。沈清河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陆侍卫已经订了我的货，你这几车破麻布拉回去当柴烧吧。这可是我们熬夜赶出来的。陆侍卫要是真订了你的布，你在这儿拦我干什么？怕我抢了你的风头？我是好心提醒你。陆校尉，您要的棉布军医送来了，只要50文1件，比那醉姬女的便宜1半。50文？边关的兵是穿纸糊的衣服吗？这可是上等白棉布。沈清河，你的布还是120文。我的布值这个价。边关的风沙能扒人1层皮，衣服不抗造，就是谋财害命。花料厚实，仅1根线头都没有起开，完美抵御了摧残。这棉布便宜，破了再买嘛。陆校尉，棉布50文，穿半个月就破，1年得换6件。我的纱布120文，穿1年不破，还能防风沙，士兵少受冻。钱老板，军营1件不收。陆校尉，我可是营田署赵主事。军需采办，只看东西好坏。3000件军衣全交给你，这是正式契约。沈清河，契约拿了有什么用？3000件大从军需，没我车队的火器录引，你连大营的门都进不来。陆校尉，真有这规矩？大宗物资入营，需有营田署颁发的录引和指定车队。听见没？求我呀！只要你把利润让出80%，我借你车队用用。你咋不去抢？这布我们自己送。清河，钱老板卡着录引，咱们这几百号人总不能把布一件件扛进大营吧？扛什么？官道他卡得住，后山这条废弃的运盐小线他管不着。3000件衣服化整为零，分成30队，每队推2辆独轮车，走盐道进山，从大营后山的柴门交货。我这就去借车。沈清主，跟我玩暗度陈仓。营田署有令，凡出村运送物资，无论走哪条道，都得查录引。这是废弃的盐道，凭什么查我们？钱老板，营田署的差役什么时候成了你钱家的私兵了？看清楚了，这是陆校尉的军需直采令牌。这批货走的是军方后山柴门专线，不归你们营田署的民运录营管。这是军爷的令牌，放屁！赵主事说了，出村就得查。你让他自己来跟陆校尉说，让开。3000件，1件不少。沈当家，陆少校说了，尾款明日结清。多谢军爷。沈清河，军医送的挺顺呐，不过营田署的秋收考核提前了。这不是还有半个月吗？上面催得紧，10天后交不够指标，你们全户都要被发配苦役。谷子都还没灌浆啊！那是你们的事，10天少1粒都不行。说改就改，有朝廷的公文吗？在这边关，我赵某人就是规矩。我们要拿农具连夜抢收，开门！赵主事有令，官仓农具和麻袋一律封存，防止你们偷拿官粮凑数。那是我们自己买的镰刀。进了官仓就是官家的，没赵主事的条子谁也别想进。官仓账册：3月报损旧镰刀80把，破麻袋300条
按规矩，报损物品得折价要卖充公。你少拿账册子压我！这80把镰刀你卖了吗？没卖，就是摊没官产。银子呢？我是现在去营田署找赵主事对账。别，这些你全拿走！清河，这谷子还没干透，割下来容易发霉啊！割下来摊在院子里用火炕烘，不抢收，全户都得去服苦役。大家加把劲儿，割完这100亩地，我拿军医尾款给大家发肉吃。沈清河，10天到了，你这地里连根毛都没有，颗粒无收，准备发配苦役吧？赵主事，你瞎呀！这明明是割过了。割了，粮食呢？被你们偷吃了还是卖了？没粮食过秤，就是没种出来。粮食在屋里，主事大人，请移步过秤。沈清河，你耍我？屋里连粒米都没有，你的粮食呢？粮食在脚下，大嫂，掀板子。开！这怎么可能？地里明明光秃秃的。赵主事，100亩杂粮一袋不少，谷子没熟头容易发霉，我们连夜用火烫烘干了。这袋85斤，加这袋88斤，120袋，一共10500斤。赵主事，100亩地秋收指标是8000斤，我们超了2500斤。不可能！官仓今年发的都是陈年劣种，根本种不出这么多。你这粮食来路不明，肯定是偷了别户的官粮来凑数。这是我们一镰刀一镰刀割回来的。拿不出证据，这粮食我就按赃物没收。官仓的劣种，我一粒没要。这是我自己培育的耐旱杂粮留种记录，从选种、进种、催芽到每天的长势，全在上面。你赵主事，翻开看看，哪一页对不上，你随时拿人。这上面连个官印都没有，谁知道是不是你昨晚熬夜编的？官印，赵主事，这是农实录，不是你的升官书。你翻到第3页，看看下面按的红手印，那是我们全户营民每天下地前按的。行，就算种子是你自己弄的，粮食也算你过关。但你想借机要后山那片荒地种桑麻，门儿都没有。营田署的地不是你想圈就圈的。赵主事，秋收指标我们超了2500斤，这白送的政绩您不要？这是后山那片荒地，我用来种桑麻，这是陆校尉军营急需的冬衣内衬原料。您签了字，这批桑麻交上去，就是宁田署支援军需的大功一件。陆校尉亲自要的，自己签，粮食归我们，功劳归您。您要是转身走人，我这就拿着超产的粮食去军营，跟陆校尉说说，是谁卡着原料不放的。你好。字我签，但后山那片地全是石头，种不出桑茶，耽误了军需，我拿你是问？清河，后山没水没苗，咱们怎么种啊？没水就挖渠，没苗就去集市买。明天一早带上咱们卖粮的银子，去镇上。清河，这石头缝里真能种活啊？能，把水渠挖通引山水，1株苗3文钱，死1棵我扣谁3天工分，赶紧挖。真发芽了，这蚕房也搭好了，等桑叶长出来就能养蚕。别高兴太早，咱们断了钱老板的财路，他肯定憋着坏。今晚你带2个人，拿上棍子守夜。钱老板发话了，苗拔光，防烧了，1人赏2两银子，动作快点儿。钱老板半夜来我的地儿是想替我松土。沈姑娘误会，这几个混混不懂事儿，这袋里有50两，全当给姑娘压惊，以后你的桑麻我高价收。破坏军需原料，按军法当斩。钱老板，你的50两留着打点牢饭吧。陆校尉误会，这几个是自己来的，前文某人没半文钱关系。你当我是瞎的？来人，先打20军冠。拔毁桑苗42株，1株3文，铲坏水渠3丈，重修蓄人工10个，加上人工费，一共2两6钱。钱老板结账吧。几根破草苗值2两多。军需原料嫌贵，行，我赔。王头，那小娘们断了老子财路，还借他人的刀压我。明天他往军营送第1批桑麻和粗布，你必须在关卡给我扣下。钱老板放心，他连人带货都得在关卡晒3天太阳。沈当家，关义不派车，说车全去运冬粮了。冬粮昨天就运完了，他这是借口卡咱们。
我看见钱老板的伙计塞了鼓鼓的钱袋。大嫂，去推独轮车，咱们自己送。都稳住！这500件军衣是咱们织出来的，谁也不许掉链子！天黑前必须过关卡。停！哪儿来的野车队？拉的什么黑货？这是交的军衣，有文书。没拓关条子，一律扣下。卸车。耽误了士兵们的冬衣，你担得起吗？没钱，老板条子休想过，绑了！我看谁敢绑！陆校尉，军需急运，你敢扣车？钱老板条子比军令大！拿令牌开路，全程护送，谁敢拦就地正法。多谢校尉，大嫂，装车走。陆校尉压速，拦不住。出了关就是荒野，看他们怎么躲马肥。结阵，护住军医。钱老板发话了，砸车抢货，弟兄们上！清河，他们偷咱们的车，当兵快顶不住了！别乱跑，把车横过来，先翻挡马腿！臭娘们儿，放开我！这杀麻布连刀都砍不破，你挣得断吗？沈当家，麻烦拿下了，怎么处置？钱老板的催命符，把人绑了，连同这块牌子，直接押送军营。报！校尉，黑风口突遭北地游骑骚扰，前线哨所被围，粮草告急，拼死突围，去州府求援，一定要把信送到。是陆征的校尉令，快把人抬进屋！大嫂，拿热水和干净的纱布来。清河，是不是前线出事了？咱们可咋办啊？陆征把校尉令交给我，就是让我想办法。去，把各家都叫到打鼓场。沈当家，骆驼谷连马车都进不去，去就是送死啊！前线将士饿着肚子替咱们挡刀，这粮必须送。谁去？一天发50文。要是回不来，这钱直接交给你家里人。我去，咱们不能当缩头乌龟，我推头车。清河，风太大了，车轮子卡住了。用肩膀顶住车把，一步步往前挪，过了这道弯就出谷了。清河，你听，是不是马叫声？嘘，拿布把车轮子裹上，别出声。地上有车辙，过去搜！他们过来了，别出声，陆征不会不管我们。黑口守军在此，北地狗滚！撤！粮食，我们有救了！骆驼谷那条死路，你硬是走通了。50车粮，一袋没少。罪急迎民沈清河，送粮50车，解黑关口断粮之危，记入军庆，上报朝廷。多谢沈当家救命之恩。这粮是我们营田庄所有人拿命换来的。哎呦，这啥破烂玩意儿，一扯就碎，里塞的都是些烂草梗子。这是钱老板上个月刚交的新冬衣，说是上等麻布，里头掺了至少40%的枯草。一件冬衣报价300文，5000件就是1500两，可这布料和做工顶多值80文。我的老天爷，那这中间的差价，全进了钱老板的腰包。
这帮蛀虫前像是穿着这种衣服在雪地里挨冻。校尉大人，这钱老板跟营属赵主事是拜把子兄弟，没拿到他的真账本和仓库里的劣质原料，你动不了他。钱老板的仓库养了10几条恶犬和护雁，你一个女人去太危险。他肯定把真账本藏在仓库里，我不去，这账就永远是一笔糊涂账。清河，你千万当心。放心，真的账本，我今晚非得翻出来不可。这狗今天怎么没叫唤？嘘。好个钱老板，拿烂草梗子充上等麻布，1100两就这么贪了。这袋子怎么破了？进耗子了？破点怕啥？反正里头装的都是烂草。走。找到了赵主事分赃的铁证。谁在那儿？抓贼！糟了！偷仔细点儿，敢偷到钱老板头上，后窗关着呢，跑不了。走水了！钱老板仓库走水了！快救火！伸出去救火！账房别管了！拿到了没？没伤着吧？拿到了，走，去军营。1100两的差价全在这本真账里。这火漆印是赵主事的。好大的胆子！传令，集合亲兵！封锁前后如门，一只仓也别放出去！快，把后院那几袋烂草也烧了！老板，外头全是当兵的。 1100两的军费差价，拿烂草梗子充上等麻布。钱老板，你胆子够肥的！陆校尉，这都是底下人干的，底下人干的。你这本账册上每一笔都写得清清楚楚。我胳膊，你敢动我？我可是应天署的指定上司啊！军需造假，按军法当斩斩，绑了！ 你们抓我有什么用？那黑皮账册上盖着谁的火漆印？你们瞎了吗？赵主事拿的好处比我还多。带走。赵主事，赵主事是营属文官，没巡查使的令，我动不了他。那就等巡查使来，但檐下5000件冬衣的窟窿得先补上。钱老板一倒，原料和车队全断，下个月将士们得穿着单衣挨冻。 供应没断，只是换了人。营田庄的纺织锅坊直接对接军营，纱布成本400两，人工100两，我加50两利润，总共550两，比钱老板的报价省了900多两。好，我这就跟你签军需直供文书。大人，钱老板被陆校尉抓了，商货也封了。 这个蠢货，他有没有乱咬人？他当街喊出了您的名字，说您拿的好处最多，想账查我？巡查使明天就到，这田田和军需的功劳全是我的。至于那个沈清河，就是他勾结商贾贪没军费。
干什么？大白天的封什么门？主事有令，营田庄任何人不得外出，违者按同谋论处。清河，赵主事把门封死了，说咱们探墨军费，这是要黑锅啊！他封前门是因为心虚，钱老板供出他，他怕我们去找巡查使告状。后山水去通军营，你拿着我的军功木牌去找校尉，让他带兵去城门劫巡查使的车队。那你呢？我留下来会赵主事。下把营田署主事赵坤恭迎大人，这是下官连夜整理的屯田大捷与军需头账目，请大人过目。大人，这便是贪墨军费的罪己女，下官已将她缉拿。大人，他这是想扣黑锅，他袖里的文书竟没干透。墨迹没干。大人明鉴，下官为了赶在您入城前理清账目，连夜挑灯夜战，这墨迹自然是没干替的。连夜赶制，罢了，先呈上来吧。还不把这风头拖下去，别冲撞了大人。赵主事，这万亩盐碱地能产出这么多粮食，你居功至伟啊！全累大人鸿福，下官鞠躬尽瘁。大人，那粮食是我带着营民一锄头一锄种出来的。闭嘴，再含割你的舌头！营田署的衙役什么时候敢在军营门口动私刑了？陆校尉，这罪女贪谋误费，下官正在缉拿。末将陆征有紧急军务向大人汇报。陆校尉，什么官务比屯田大捷还紧急？回大人，关乎边关5000将士东一的生死干务。大人，东一采办早已妥当，他这是妥当，账本说了算。大人，5000件东一的食物和采办底账都在中军大帐，请大人移步核验。下官的屯田账目还没看完呢，这罪己！赵主事，你的屯田账目等大人看完东一再说。罢了，军需事关重大，先去军营。沈姑娘，校尉在军帐最多拖住大人一炷香。赵主事没进军营，带了2个衙役直奔大人下榻的驿馆了。他去驿馆干什么？我的原始流种记录和公分底册还在那儿。必须赶在他前面。好啊！你这贪墨军费的罪女，竟敢潜入审查使大人的房间偷东西！赵主事，你怀里抱着的是我营田庄的流种底册吧？现在居然还倒打蚁一耙！来人，把这贼给我抓起来！抓贼啊！营田署主事偷盗军需账簿！闭嘴！他是罪己，给我拿下！校尉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在驿馆动武。大人，您来的正好，这罪女潜入您房间偷窃，下官正抓她呢。赵主事，你怀里抱着的可是沈姑娘的流种底册？怎么回事？吵吵嚷嚷成何体统？大人，他怀里的是底册，这本是我核算的总账，每笔账都精确到零。大人，别听他胡说，这是伪造的假账。是不是伪造？一算便知。你的这份多报了1100两，对吧？赵主事，这账上写着秋收粮草折银2000两，你呈报的文书上怎么是3100两？那1100两的差价去哪儿了？大人，这罪女恨我查他，故意做假账害我。那1100两是买种子的正常损耗。损耗怀里抱着的流种底呛，白纸黑字写着每亩发种3斤，你实际发的是发霉的陈粮，1斤都不到。敢不敢让大人当场拆开包袱对质？这是官府机密，她一个罪女懂什么？松开！大人，这罪女妖言惑众，先抓起来再审。谁敢动她？求巡查使大人为我们做主啊！这是86户营民的联名信，上面有我们案的血手印。赵主事把我们的口粮全贪了。人证物证俱在，摘了他的乌纱，拿下！大人饶命，我是上面的意思。闭嘴！押入大牢，严加看管。大人，你不能抓我，京城里有人保我。保你？这是刑部发来的密函。你倒卖粮草的账早查清了，你上面的人自身难保。
我死也要拉个垫背的！大人小心！在边关动刀，你找死！我的手！营田署主事赵坤，憨墨军需，冒领屯田之功，罪证确凿，即刻革去一切职务，押送京城秋后问斩。完了，全完了。沈清河，你的屯田功绩，本官已连夜写成折子，800里加急送往京城。多谢大人，那我的罪疾能不能脱了这身囚服，就看朝廷的批复了。哎呦，这马怎么冲进城里了？京城800里加急，沈清河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罪及女沈清河屯田有功，特赦沈清河罪疾，恢复良民之身，钦此。罪女领旨谢恩，清河，咱们终于脱了这身皮了。大嫂，这坎肩拿去烧了，以后咱们营田庄再也没有罪疾。罪疾免了，这是营田署新发的令牌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这营田庄的女当家。那这庄子里的几百亩地和几十台织机，以后都听我的了。军需处明年的冬衣订单可全指望你了。大嫂，把账本拿来，咱们重新盘盘家底。清河，这是庄子里所有的家底账。织机坏了20台，几百亩地还有50亩没洗透，就这破家底，拿什么接军需处5000件冬衣的订单？大嫂，带人修织机。王叔，剩下的地全种沙麻和桑树，地咱们自己种，布咱们自己织，自己染，1文钱都不让别人赚。对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大家伙儿听当家的。当家的，咱们这一季不仅交齐了军需，库里还多出3成余粮和布匹，这才是咱们营田庄真正的家底。沈当家，冬衣验收合格。这匹西域宝马是军需处特批的分红，敢不敢收？陆校尉送的分红，我有什么不敢收的？清河，冬衣交齐了，罪疾也免了，以后别这么拼了。做我陆征的夫人，这营田庄的担子，我来替你扛。陆校尉，你这话我可不爱听。我费这么大劲儿，可不是为了当后宅太太。我要的是以后的万亩纯田，是边关将士都穿上我织的布，不是你陆征后宅里的一口安稳饭。哈哈哈哈！不愧是我陆征看上的女人，不做后宅夫人，那就做我的并肩人。这什么？副边校尉家属令？以后拿着它，边关大营你畅通无阻。以后这塞北的万亩良田，我们一起守。一言为定，陆校尉，以后我的账本里可得多算你一份苦力了。随时听沈当家差遣。